一口气看完6个辽宁地区的灵异故事。第一则故事发生在丹东老城一处古塔周边，时间是民国26年正月前后，当地老一辈人人都听过这段旧事。如今这座广济塔本地人都唤作镇魂塔，长辈从小叮嘱孩童不要独自靠近塔下，根源就是当年一场死伤惨重的戏台大火。此地早年是东北名头极响的聚仙茶园，日军占领之后改名满洲舞台，逢年过节戏台客流爆满。当年正月初二，连台搭名角唱戏，有河北梆子也有京剧，彼时百姓消遣极少，能看戏算是难得热闹。原本仅能容纳数百人的茶园，硬生生挤进1200人，场内挤得水泄不通，检票口早已停止售票，场内人潮拥堵出口通道，惨剧就此爆发，大火整整烧足1日。数里之外都能看见冲天烟火，现场哀嚎声连绵不绝。火情平息之后，大半遇难者遗体尽数烧至焦黑炭状。关于起火缘由，民间说法分成2类，一类说是戏子化妆烛台不慎引燃幕布，另一类说是值守炉膛的老戏迷听见前台喝彩声按捺不住兴致，一次性往炉膛添满柴火，自顾自跑到台前看戏，全然忘了炉内明火，火势越烧越旺，顺着木架蔓延全场。当年茶园为防止逃票，提前锁死正门，拥挤人群根本找不到逃生出口，伤亡惨重。这场灾难里仅有一位老大爷毫发无伤，其余幸存者身上皆带轻重伤痕。事发当日，老大爷带着未满12岁的孙辈排队取票入场，当晚压轴剧目是大闹天宫，孩童本满心期待，入座不足半刻便哭闹不止，执意离场。老大爷几番劝说，甚至轻声呵斥，孩子依旧不停蹬踏座椅，放声大哭，扰得周边看戏民众频频侧目。无奈之下，只能牵起孩子快步走出茶园。踏出大门的瞬间，孩童立刻停止哭闹。老大爷追问缘由，孩子说场内唱戏的人身形全是焦黑炭样，还有无数举着火把的黑影朝台下人群逼近，眼看着就要烧到祖孙2人。老大爷只当孩童看花眼，随口搪塞。归家没过半个时辰，街头传来茶园失火的消息，老大爷这才惊觉孙辈年纪小，眼能见常人看不到的阴邪之物，是孩童的直觉救了2条性命。事后官府追责相关人员，又请来数位高僧在茶园废墟诵经超度亡魂。多年之后，原地修筑广济塔，民间普遍传言修塔是为镇压当年火场滞留的枉死魂魄，时常有人携鲜果前来塔下供奉。前些年曾传出古塔拆迁规划，最后却无任何落地动静，塔身依旧矗立原地。这件事儿至今没有官方解释。第二则故事发生在辽宁一座早年修建的高校女生宿舍楼，时间是90年代末期，校方刻意隐瞒学校具体名称，整片校区占地宽阔，绿植繁茂，只是建校地块早年是大片无主乱葬岗。老一辈都说校园人多，阳气厚重，能够压制地下阴祟，可宿舍楼怪事儿从未间断。出事儿的寝室编号为 GANT05，最先出现的怪事儿是贴身衣物接连丢失，起初宿舍8位姑娘都以为是晾晒时错拿或是风吹掉落，丢失1-2件并未放在心上。直到寝室一名姓姚的女生1个月之内遗失3条贴身内衫，其中1件还是男友赠送的名贵款式。姚姑娘气愤不已，当众和室友说起丢物怪事，其余7人纷纷附和。开学短短3个月，整间寝室一共丢失10余件贴身衣物，绝非偶然遗失。众人起初怀疑校外变态男子翻墙偷窃，可女生宿舍安防严密，院墙修筑极高，墙面加装防攀爬尖刺，宿管阿姨整夜定时逐层巡逻。1楼窗户全部焊死防盗贴网，老师家长都无法随意踏入女生住宿区域，男性根本没有潜入的机会。众人反复推敲，始终找不到合理缘由。10余日后，怪事再度升级，宿舍房门每晚睡前都会反锁扣紧，隔天清晨房门却敞开一条缝隙。夜里起夜的女生亲眼确认过锁死房门，次日依旧无故敞开，门锁完好无损，没有撬动痕迹。这件怪事还没理清头绪，一日深夜，一名熟睡女生突然惊醒，窗边悬挂着一道男性人影，女生失声尖叫，吵醒全寝室室友。所有人睁眼都看清那道悬空人影，人影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嘶鸣后瞬间消散。几名女生吓得整夜不敢合眼，其中一名女生家中长辈通晓民间玄学，专程到校查看寝室风水。长辈道出一段尘封旧事：91年校内另有一栋老式宿舍楼，当年实行男女混住，1、2楼层分给男生，3层安排女生。有一名男学生心生歹念，频繁偷取女生晾晒的贴身衣物，初次偷窃后胆子越来越大，随身携带剪刀与手电，趁女生忘记锁门潜入寝室损毁衣物。校方察觉后组织保安、老师、学生干部通宵蹲守，1周之内当场抓获这名男生。当年考上大学十分荣耀。
校方担心丑闻扩散影响招生，私下勒令男生退学，对外封锁全部消息。男生不堪退学带来的流言与羞愧，在旧宿舍楼内上吊轻生。自那之后，整片宿舍楼怪事频发，女生频繁丢失贴身衣物，校方多次蹲守排查，始终抓不到任何人，这才察觉是轻生男生怨气不散。校方随即调整宿舍布局，彻底分开男女住宿区域，加高院墙，加装防盗设施，增加夜间巡逻频次。那位懂玄学的长辈说，建校地块阴气偏重，男生轻生怨气常年不散。好在他并无伤人之心，只是执念停留在偷衣物这件事上。若是存有害人念头，早有高人前来化解。分享这件事的网友说，直到自己毕业离校，宿舍楼丢失贴身衣物的传闻依旧时常出现。后来再没人能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第三则故事发生在沈阳铁西、沈辽中路2栋9层居民小楼，时间是80年代中后期动工修建。当地人称这里为铁西鬼楼，2栋楼宇施工流程波折不断，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停工8年，只完成主体框架，中途更换3批施工队伍，勉强算作烂尾建筑，只因地段临街位置优越，不少住户不等配套完工便交钱入住。入住初期，楼下商铺、浴池陆续开业，眼看周边商圈日渐成型，对面地块规划新建大型商场，一切都朝着安稳方向发展，诡异变故悄无声息出现。每到深夜，楼宇内部总会飘来断断续续女子哭声，单次听见只当住户家中有伤心事，可哭声持续数月，住户逐层逐户上门排查，始终找不到哭声源头。听觉上哭声近在耳畔，却像隔着一层无形墙体，无法靠近。哭声怪事还未平息，更为惊悚的空间错乱怪事接连发生。一名住户睡前明明躺在主卧床铺，次日清晨睁眼发现自己睡在客厅地面。住户以为自身患上梦游病症，预约医院神经内科准备开药。没过几日，3楼住户爆出更离奇经历。当晚夫妻2人同床休息，醒来时男子身处7楼房间，身边躺着7楼住户的妻子，2户人家爆发激烈争吵，空间错位的怪事接二连三在楼内上演。住户四处打听地块过往，从本地老者口中得知层层隐情，楼宇施工阶段就出过安全事故，一侧围墙建材劣质突发坍塌。一名躲避不及的施工工人当场被墙体掩埋丧命。烂尾空置的数年里，一名精神失常路人误入高层楼道，寒冬时节冻僵离世，遗体搁置多年才被巡查人员发现。早年地块未开发时，此处是城市老牌火葬场，火葬场拆除后，开发商看中地皮低价拿下，地块底下还埋藏大片乱葬坟坟。装修阶段有装修工人贪图省事，从高层窗户直接抛扔建筑垃圾，石块砸中楼下过路行人，致人死亡。多重凶事叠加，让整片楼宇阴气聚集，陆续有住户深夜看见白衣女子在楼道游荡，层出不穷的怪事压垮住户心理防线，住户分批搬离。楼宇入住人数越少，夜间异象越发频繁。短短数年，2栋9层楼房彻底空置荒废。网络普及之后，铁西鬼楼传闻传遍全网，各大民间怪谈榜单常年收录此地，不少外地探险爱好者专程前来，有人携带帐篷在空楼房间过夜。睡前紧闭房门，半夜房门自动敞开，探险者吓得连夜逃离。本地媒体曾实地探访楼宇，全程未捕捉到任何灵异异象。民间流传另一套半科学解释，当年开发商资金彻底耗尽，楼宇完工后无力铺设水电燃气管线，交钱住户无配套，只能强行入住，日常起居极度不便，久而久之全数搬离。空楼闲置之后，各类猎奇传闻不断发酵，这件事至今没有官方解释。第4则故事发生在沈阳文官屯火葬场周边，时间是2000年前后。文官屯火葬场是沈阳建成最早、规模最大的殡仪馆，本地流传的灵异传闻数不胜数。故事主角是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，一日深夜城郊路口等候接单，一名女子缓步上前，开口要求前往文官屯火葬场。深夜去火葬场的客人十分罕见，司机本想拒载，随口开出一口价50元。彼时出租车起步价仅5、6元，高额车费让司机打消拒载念头，一路平稳行驶，抵达火葬场正门，大门紧锁无法通行。女子让司机把车辆往大门靠近1米左右，司机照做之后，厚重铁门自行向内敞开，司机只当场馆更新自动感应门禁，将女子送入场内后，调转车头准备返程。驶出时铁门再也没有自动开启，司机凑近门禁传感器反复试探，门卫携带钥匙快步走来。询问司机如何深夜进入封闭厂区，司机说明自动开门的怪事儿。门卫直言场馆大门从未安装过自动感应设备。说完，掏出手动钥匙开门放行。
司机并未多想，收车回家清点当日营收，打开钱包，瞬间浑身发凉。那张50元纸币凭空变成一张裁成长方形的上分黄纸。当晚全程只收过这一笔大额车费，司机清晰记得接客时纸币是正常人民币样式。次日，司机整日守在当晚接单路口，和圈内同行讲述女子样貌。出行路线消息传开之后，有熟悉火葬场事宜的老者告知司机，那名女子前几日刚在文官屯火葬场完成火化。司机听完整日心神不宁。没过几日，突发高烧，大病一场，往后常年体虚畏寒，落下病根。后来再没人能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第5则故事发生在辽宁铁岭城郊一所乡镇中学，时间是1999年。分享故事的女生化名冬梅，学校选址偏僻，建校地块是抗战时期遗留的乱葬岗。民间普遍认为校园年轻人多阳气充足，能够压制地下阴邪。可这所学校男女比例失衡，近乎50:1，整体阴气偏重。冬梅刚入学就从学姐口中听闻校内各类怪谈。校园建筑构造简单，一栋主楼搭配一片露天操场，1、2楼层用作教室，3、4楼层划分女生宿舍，每层配备一间公共卫生间。3楼女侧窗户常年自动敞开，东北深冬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。开窗之后，寒风直灌进卫生间，师生多次上前关闭窗户，用铁丝牢牢捆死窗框。不出半个时辰，窗户依旧自行推开。后来有女生锁死窗户卡扣，锁头无故移位，窗扇顺着轨道缓缓敞开。当年手机尚未普及，没有摄像设备留存证据，这类小事只被学生当作普通校园传闻。冬梅起初完全不信，觉得只是同窗之间刻意编造的玩笑，直到升入2年级亲身撞见怪事儿，才彻底改观。一日晚自习，次日要上交作文，冬梅把作文本落在4楼宿舍，邀约同桌一同上楼取物。走到楼梯转角位置，冬梅看见自己寝室灯光连续闪烁2下，起初只当电压不稳产生错觉，走到寝室门口，灯光再度闪烁，同桌突然失声尖叫，拽着冬梅狂奔下楼，一路冲回教室。冬梅追问缘由，同桌说透过闪烁灯光看见寝室内部站着一道人影，光线昏暗，看不清面部轮廓。同桌平日里性格大大咧咧，总爱恶作剧。冬梅认定对方故意吓唬自己，独自折返4楼取回作文本。晚自习下课，全员返回宿舍，寝室摆放4张上下铺铁床，7名女生入住。冬梅下铺床位空置堆放杂物。刚回到寝室，冬梅突然浑身困顿，站立状态都能陷入昏睡。其余室友围坐吃泡面闲聊，翻看课外书，所有动静冬梅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可双眼无法睁开，四肢完全不能动弹，状态不像寻常鬼压床，意识清醒却和身体彻底剥离。晚间10点，宿舍统一熄灯，其余女生躺上床铺休息。片刻之后，寝室长开口询问是谁在播放随身听。宿舍内持续飘出细微电流杂音，类似耳机播放的人声。其余女生纷纷附和，听见声响，起身顺着声源查找，杂音源头正是冬梅床铺位置。寝室长呼喊冬梅姓名，冬梅意识完全清晰，却无法开口回应。一名室友走到冬梅下铺杂物堆，翻出冬梅的随身听，戴上耳机确认里面传出中年男性说话声。寝室长让室友关闭设备，室友拨动电源开关，随身听毫无反应。拆开后盖，发现机身内部没有安装电池。摘下耳机之后，整间寝室所有人都能听见设备内的男声。几名女生吓得冲出宿舍，前往教师办公室求助。冬梅依旧浑身僵硬，无法动弹。班主任赶到宿舍，拉开总电闸，室内灯光全部亮起，冬梅瞬间恢复行动能力。班主任拿起无电池的随身听查看，设备内男声断断续续响了几声后彻底消失。校方处理这类怪事早有经验，当晚安排女生把床铺拼接成大通铺，班主任全程留守宿舍开灯，陪众人闲聊至天亮。次日，冬梅申请走读，不再留宿寝室，那台随身听不敢带回家里，直接丢弃在校内垃圾堆。这件事儿至今没有官方解释。第6则故事发生在辽西一座偏远山城的乡镇医院，时间是2000年初期。故事分享者网名聊聊，化名小 A。 当年小 A 正在外地读大3，家中姥姥突发重病，全家赶回老家医院陪护。大姨起初不愿动身，大姨早年任职教师，退休后潜心钻研易经，测算过姥姥病情暂无性命之忧，自身体弱不便长途奔波，碍于亲属再三劝说才抵达医院。大姨测算无误，姥姥入院几日，病情快速好转，生活能够自理。一日，病房隔壁转入一位70岁高龄老太太，身患重度哮喘。2名儿子搀扶老人入院时，老人呼吸微弱，躺在床上持续发出痛苦喘息，任谁都能看出老人生命力快速流逝。家属衣着朴素，家境清贫，姥姥病情稳定，无需专人照料。小 A 母亲与大姨时常前往隔壁病房打手帮忙，小 A 频繁接触老太太一家，发现家属看向老人的眼神毫无关切。小 A 本身不信民间玄学说法，当晚回家吃饭时，大姨特意叮嘱他白天触碰过老太太手掌，
感知到老人身上附着异物，自身通晓命理，能察觉到阴气震动。小 A 自幼体弱多病，自身阴气偏重，往后尽量不要靠近隔壁病房，当晚也不要前往医院陪护。小 A 表面顺从，没有反驳，大姨连夜书写数道黄纸符咒，匆忙送往医院。次日，母亲回家转述夜间怪事儿，大姨把符咒分别贴在姥姥床铺贴身衣物下方。晚间11点整，隔壁病房老太太突然爆发异动，原本奄奄一息的老人猛地挺直上身，徒手拔掉西洋管与输液针头，张口高声怒骂。值班医生、护士连同老人2名儿子合力压制，都无法控制瘦小老人，僵持至凌晨，所有人筋疲力尽，老太太浑身脱力瘫倒病床，呼吸再度微弱。小 A 听闻心中好奇，医院有邻居任职医生，入院也是托熟人照看。晚间小 A 独自前往医院办公室，几名值班医生闲聊昨日老太太的反常症状。医生称这类异常病症每年院内都会出现，医学层面能够解释人体短时爆发超常力量，却无法完整说明老人神志失控、嘶吼谩骂的全部细节。院方常会建议家属寻访民间懂门道的人化解。众人闲谈间，墙上时钟走到11点，办公室气温骤然下降，一名医生半开玩笑提醒老太太又要发作了。话音刚落，老人的儿子冲进办公室求助，医生一行人快步赶往病房，小 A 紧随其后。老人其余子女站在病房门口，眼神呆滞，如同看待陌生人。医生透过门上玻璃窗向内观望，面露震惊，示意众人避让，推门进入病房。其余人趴在门缝、窗边向内张望，老太太挺直上身，身体跟着无形节奏左右摇晃，双眼僵直不眨，没有半点情绪。摇晃片刻后，伸手抓扯输液管线，朝着门口子女高声嘶吼：“你们要害死我！”音量洪亮，震得人额头发疼。重度哮喘病人根本无法发出这般浑厚声响。嘶吼过后，老人眼神变得凶厉，扯掉身上全部监测仪器，从床铺翻身蹲在地面，手脚并用地在病房快速爬行，身形快到留下残影。年轻医生上前搀扶，被老人干枯手臂一把推倒在地。2名壮年儿子上前束缚，也难以控制老人动作。小 A 心生恐惧，退回姥姥病房。母亲与大姨静坐床边，大姨口中低声默念经文。小 A 上前询问缘由，大姨坦言易经只推演，世间既定规律，无法解释阴邪附体一类怪事。早年也曾结识跳大神的友人，在对方家中见过相关仪式。话音未落，病房内凭空多出数道模糊人影，转瞬之间消散无踪。白日里，老太太恢复虚弱模样，躺在床上毫无力气，旁人触碰也不会睁眼回应。数日之后，姥姥痊愈，办理出院。当年春节亲友相聚打麻将，任职医院的邻居说起老太太后续，老人发病频次越来越高，时常扬言子女不孝，意图加害自己，多次抓伤亲生儿子。家属先后寻访2位民间明白人，第一位进门观察片刻，直接转身离开；第2位留在病房陪伴老人，彻夜交谈。老太太当晚不再发作，次日精神状态大幅好转，哮喘症状减轻大半。明白人告知家属，家中后院围墙封堵一处老旧防空洞，洞内盘踞黄鼠狼一类仙家，墙体阻断仙家通路，才让老人被阴气缠上。家属拆除后院围墙之后，老人休养数日，顺利办理出院，哮喘救急，几乎痊愈。后来再没人能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